索尼 A7C 这条产品线的受欢迎程度，其实一直以来比我想象的都要高不少。你有 A7C 吗？你可以讲讲你买它的理由吗？是拍照多还是拍视频更多？那 A7C 这个价位其实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佳能、松下、尼康都有各自全画幅微单布局，而且和一代的 A7C 比起来，这些相机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都已经开始占了上风。那索尼要是想继续靠这条产品线赚钱，还有割一刀，必须得出个续作。所以继上一代 A7C 之后，作为 HM4 的亚种 ，A7C Mark II 它自然是不会缺席的。但是让我比较意外的一点是，这次索尼居然还推出了这个 A7R5 的亚种，也就是 A7C-R， 还有16到35 f2.8 GM 的2代镜头。那简单来说，轻量化是这3个新品的重点哦。还有一点就是你看，一代的 A7C 挂声孔是这样的，然后现在被改进了，就不会像之前那样畸形摇铃了。但是最奇怪的是，刚刚发布没有多久的6700，它还是这样会摇铃的。就你在干嘛，索尼？难道这是用来区分尊贵的全画幅还有低人一档的残幅的手段？A7C2 和 A7C-R 放在一起，其实你可能看不出什么区别，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花更多钱买了 A7C-R， 索尼会送你这么一个奇特的手柄来增强你的握质感。如果你买 A7C-R， 对不起，你氪的不够多，自己加钱买去。那说真的，传感器是这两台相机最大的区别。A7C-R 搭配了和 A7M4 相同的3300万像素背照式传感器，而 A7C-R 使用了和 A7R5 一样的6100万像素的传感器，那像素量是多了一整个量级。那在视频记录能力上，即便两者看似规格相近，但是其实他们的策略各有不同。其实反而是 A7C-R 会好一点，但我们会详细讲。还是先来看外观，我不知道你是更喜欢传统的 A7 还是 A7C 的样子。那和上一代相比 ，A7C-R 和 R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改进，多了一个 C1 的自定义按键，右侧的 EV 波轮现在也变成了自定义。同时 ，A7C-R 也有了模式拨杆、标准的 Type C， 并且支持 PD 快充、USB 3.1、UVC 的这个视频直播输出，还有麦克风、耳机接口，还有 Micro HDMI 这个非常容易坏的接口。那侧翻屏 ，A7C-R 和 R 使用了和 HM4 相同的103万点像素的屏幕，同时使用了最新的菜单，这个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对比以前这个菜单，索尼现在菜单，你说它完美吧，那也没有，但是已经相当可用了，总归会好一些。然后就是卡槽，最近的索尼评测我似乎每次都会讲一遍这个问题。A7C-R 和 R 他们都还是只有一个 SD 卡槽，没有 CFA 的通用卡槽，就这一刀割的就有必要吗？索尼就有点难受。如果你喜欢连拍 RAW 照片或者是高码率的视频，那你买 A7C 就需要掂量掂量，因为它的卡速真的会有点慢，而且卡也会很贵。所以整体来说 ，A7C-R 和 R 我能抱怨的地方，你说多吧，那也不是很多，毕竟它的优缺点和 M4 和 R5 是一样的。如果你对这两台相机有一些观点，那它大概率也会对 A7C 这个系列适用，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样片吧。老规矩，我们放了一些免费素材在官网，你可以去下载、对比、调色，这都可以。那在继续讲之前，请允许我先推荐一款可以装进背包里的户外电源——电小二光充户外电源300 Plus。虽然体积小，但它可以为运动相机充电约40次，无人机充电约5次，手机充电约10次。双 PD 100瓦快充可以同时给2台 Mac 快速充电，磷酸铁锂电芯3天一充能用10年。太阳能板折叠后仅 iPad 的大小，可以固定在背包上边走边充，彻底告别户外用电焦虑。好，我们继续。视频参数方面 ，A7C-R 和 A7M4 是一致的，索尼没有任何的阉割。它可以录制全像素读取 7K 超采样的 4K 30帧的画面，或者是 4.6K 超采样的 4K 60帧画面。然后 XAVC-SI、XAVC-HS 还有 XAVC-S 这些编码，它也都配备。10比特422的 S-Log3 还有 S-Cinetone 它也全部都有。而且它在 Log 模式之下，甚至支持导入 LUT 来进行直接的监看。这个功能说起来就非常离谱，旗舰的视频相机 A7S3 没有，但是它有。
就非常奇怪。那因为超采样规格很高，所以 A7C2 的锐度算是同级别的佼佼者，会比索尼 A7S3 还有 FX6 都要肉眼可见的要锐一些。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是 7K 的超采样，数据读出量非常高，所以果冻效应在目前索尼的机型之中算是比较不好的那一档。在拍摄 4K 30帧，也就是 7K 超采视频的时候 ，A7C2 的滚动快门读出速度是24.05毫秒。那作为对比，松下 S52还有佳能 R5分别是21毫秒，还有16.7毫秒。而在拍摄 4K 60帧的时候，也就是 4.6K 超采的时候，它的读出速度是11.27毫秒，会好上很多。但是付出的代价和 A7M4 是一样的，就是有1.5倍左右的裁切，会有一点膈应，就直接一击给你裁成索尼 A6700了，就变成一个残幅了。这应该不是一个全画幅用户想要看到的。那在这一点上 ，A7CR 的裁切其实会小很多，拍摄 4K 60帧大约会裁1.2倍左右。但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像素合并，而不是超采样，所以相对锐度又会比 A7CR 要弱一点。所以无论是 A7CR 还是 CR， 在高帧率方面，我觉得都说不上是特别优秀。我其实希望索尼可以给一个跳采 4K 60帧的选项，至少你可以获得一个全画幅的画面，哪怕画面锐度会低一点，但是用户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裁切，但是目前是没有的。那其他方面 A7CR 无论是动态范围还是高感表现，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A7CR 双原生 ISO 分别是800和3200，拍摄 4K 30帧 ISO 6400甚至12800，你加点降噪，画面也依然是非常可用的。而 A7CR 的双原生会比 CR 要低一些，被设定在了800和2500，再加上它哪怕是 4K 30帧也采用了像素合并，而不是全像素超采样，所以综合高感表现反而会比 A7CR 要弱一点。所以如果你特别在意夜景视频，那你基本上可以跳过 A7CR 这个选项。如果你特别在意视频解析力，那你选择 A7CR 也会有更合理一点的结果。毕竟 A7CR 的视频参数相比 A7R5 有个非常明显的短板或者说阉割，不像索尼 A7CR 那样完全保留了 M4 的视频规格，就是它没有 8K 录制，所以通过后期把 8K 视频超采到 4K 的可能性也不可能在 A7CR 上面来实现，这就有一点难受。那 A7CR 的视频画质你说差吧，那我不能说它差，只是在它的价格区间，你能拍出更好视频的选择还有很多。如果你就是想照片视频两开花这个死磕 A7CR， 那索尼也给你留了一条路，虽然很奇怪，就是它支持16比特 RAW 的视频外录，可以用 Atomos 录 ProRes RAW 的视频，这是 A7CR 没有的功能。素材规格可以变得更高一些，后期可以调整白平衡，还有 ISO， 这都行。但是说真的 ，Micro HDMI 还有 RAW 外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做这个选择。如果你买 A7CR， 我觉得视频记录更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它的强势点就是高像素，就是拍照。虽说我们频道不怎么讲摄影，但是 A7CR 的拍照真的还挺爽的。在这个体积之下 ，A7CR 拍的画面是真的锐，6100万像素，太厉害了，高感也很不错，同时支持拍摄无损压缩的 RAW 格式。那唯一的限制就是快门速度最高只有4000分之一，而且最高只有每秒8张的连拍速度，这不算快，但是对于日常普通用户来说，扫扫街这完全够用。A7C 系列仍然使用了 FZ100 电池，我们公司人带着它出去同时拍摄视频和照片，比较高强度的使用，基本上3块电池足够用1天，还算可以。那发热这个问题，拍照你肯定不用想，但是拍视频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那 A7CR 和 A7CR 的过热情况怎么样？我会说比我想的要好一些，但是过热嘛还是会过的。在室温25度的情况之下，拍摄我们最常使用的 XAVC-S 的 4K 50帧视频，他们都持续录制1个小时以上，没有出现过热关机的问题。但是录得再久一点，还是会看到过热关机的。对焦方面 ，A7CR 支持693个相位对焦点，而 A7CR 是759个，反而会多一点。那索尼对焦系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就你可以比较放心把对焦交给它，就是挺可靠的。这次 A7CR 和 R 都有了 AI 芯片，所以识别的类别反而会比 A7M4 要多一些。那感知上你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哪怕有遮挡物或者一些特定的物体，它都可以牢牢锁住。同时 A7M4 上有的呼吸补偿、焦点图它也都有，这2个功能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在用。我本来觉得这个功能很好，但是后来发现没有什么人在用，然后我自己也不用，就有点鸡肋。防抖的话，现在2台设备都提升到了7级防抖，所以你手持拍摄站定不动的话就会非常的稳。但是如果你要走动拍摄类似于 Vlog 的话，你会发现索尼 ZV-E 那个动态增强防抖模式在 A7C 上目前就是没有，我就不理解为什么索尼不愿意下放这个功能。那你说索尼它不定位拍 Vlog 吧，你会发现 ZV-E 上面的一些功能也都下放到了 A7C 上面，自动构图帮助你快速取景，创意外观可以帮助你快速出片，但是这个动态增强防抖就是没有，就很遗憾。
音频方面，现在 A7C 系列升级了数字音频输入，支持4声道的音频录制，同时你可以把风噪功能设置为开关或者自动，并且当你通过热靴连接外部模拟音频麦克风的时候，可以直接调整相机上的录制电频，这在以前都是没法做到的。但是相比 ZV-1，你会缺少一个比较好的机内的内置麦克风，也不会有那些 AI 自动音频指向的功能，就索尼嘛，合理。这次随着 A7C 系列一同发布的，还有这个索尼最新推出的16到35 f2.8 的2代镜头，比上一代轻了20%，小了8%。最近对焦距离也变短了一些，可以用更特写的方式来拍摄一些物体，拉出透视感。无论是拍模型还是拍漫展，都应该还是挺有用的。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点，你会发现索尼已经悄咪咪的把新一代大三元的2代全部更新好了，重量比1代加一起轻了将近800克，相当于在你包里省出了一台索尼 A1 的机身重量，这个还挺多的。我想表达就是，你看现在索尼相机让我变得很难来做差异化的评测或者挑刺，就是说问题它都非常的同质化，你也应该发现了，就无非是卡槽、过热还有防抖，别的方面就索尼真的很猛，我没法怎么说它，就感觉它手上有出不完的牌，就无非是看它怎么切割功能去腌，然后去划分产品线，这就是当前我对索尼的感觉。A7C2 这个系列我觉得有些诚意，但是少一些惊喜，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不少人会去买的。你自己会去买吗？ A7C2 还是 A7CR？ 为什么？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我很感兴趣。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台索尼最新的 A7C 系列的全部测评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给我们1键3连，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也可以发给你想买 A7C 的朋友们看一看，这应该也会对他们有些帮助。那么我们